也许你没看过星战，但你肯定见过绝地武士拿着 LED 灯管互殴的画面，肯定也听过这一句 May the fourth be with you。英文听懂了吧？别再放肆，没什么用。专家。本期主题是8小时内设计出一个星战飞船载具，听着简单，做着难。我都怀疑这一集是不是乐高设计师搞不出星战新套装来找灵感的。长发老哥一脸娇羞的抽到了头号反派达斯维达，以他们平时的铁直男搭建风格，星战主题还抽到反派，真的是过年了。他们的船叫帝国风暴登陆舰，一艘运送风暴白兵的船，因此也吸引了现场巡逻的白兵前来围观。他们本来想用机翼立住船体，中间悬空，可惜的是没成功，最后还是肚子着地了，但问题不大。这感觉有帝国那味儿了。小白兵跪在 BOSS 达斯面前，感觉下一秒就要被原力锁喉了。达斯维达身后带着红色的皇家禁卫队员，没看过星战也能看出妥妥的反派。金发组他们抽到了正派卢克，眼镜小哥是星战的狂热粉丝，他们计划做卢克带着机器人同伴的双人战斗机。金发组的作品结合了星战中的雪地战机 XE、AE 的元素，这艘星际战斗机刚刚击中一架敌军的飞机，爆炸在他们的正前方。作为全场最小但也最精致的作品，评委直接指出了一个设定 bug。 I don't think the light side could afford to make or produce ships like this. It's almost like it's too good a ship. Yes。来，这一期接着搞星战的飞船，姐姐组抽到的是正派瑞，3部星战的女主角，最开始在沙漠中捡破烂生存，真就开局一双手，装备全靠捡呗。所以妹子们决定做一艘瑞的拾荒船。瑞坐在驾驶舱里，为了生存在干燥荒凉的沙漠中捡垃圾谋生，和小机器人 BB8 一样配色的拾荒船拖着一台废弃的 AT-AT， 身后还有一个白兵试图阻止他们拖走 AT-AT， 有点可爱。这3个层次的故事必须是全场最佳了。要说唯一的 bug 可能是瑞拾荒时期开这么豪华的船是不是有点离谱了，不过假库星有新建坟场，就像在迪拜一样，捡个破烂月入100万也是有可能的。夫妻组抽到的是反派凯洛伦，妻子完全没看过星战。 What is a Star Wars？ 这一下搭建任务全都落在丈夫身上了。丈夫计划做一个带叶片的，用来诱捕绝地武士的球形飞船。他想把反派飞船做出尖锐锋利的感觉，使用了很多机械组将尖头固定在船上。达斯维达坐在驾驶舱里，将抓捕到的绝地武士扔进牢房，带回去审问。夫妻组的船是全场最大的，评委将盖子拆下来，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复杂的机械组，但可惜的是他们链接处用了蓝色的销，破坏了整体色彩的和谐。下一期冠军作品不愧是金砖组，竟然连船舱里面都做出来了。这些看着像修车一样的姿势，其实是在搭乐高。选手们要在桌子上下搭出一个2层的作品，简单，就是搭地上和地下呗。那横跨地上地下最有名的东西是什么呢？胡萝卜。金发组的计划很有意思，农夫和兔子正在抢同一只萝卜。 Rabbits man pest。 这里管野兔叫害虫，是因为澳洲有上百亿只野兔，澳洲人为了消灭兔子，轰炸机都用过。这是他们迄今为止做过最大也最难的模型，光农夫就有人半个身子大小。金发组一直热衷挑战难度，也因此他们的搭建就没有顺利过的。 But then... Oh no. Is that you? That's not good, Trent. 但最后总算赶在12个小时内完成了。老农夫正用力拔一颗顽固的萝卜，然而他不知道自己拔不出的原因，其实是地下的一只兔子正在和他抢萝卜。农场旁边禁止兔子的标示是给兔子看的吗？其实这个作品的比例有大问题，兔子就好像被长发老哥那边的地下核废料感染了，赶上半个农夫大了。虽然这个作品整体看着不够精致，其实这种大型人物很难塑造，也很难固定。只论难度，应该是和长发组的巨虫城市不相上下的，但金发组的短板就在比例把控和细节处理上，可能评委就是喜欢他们钻研难点的镜头，还是给了个第2名。前面几期评论里说，在桌子上下搭啥的都有，什么 EVA 的地下都市啊，天堂和地狱，沉默一半的泰坦尼克号，还有说黄金矿工的。不过这一集的夫妻组还真搭了个挖矿的故事，上面是采矿探险队，他们在考古挖掘矿石的过程中，不小心打开了地下的恐龙世界。 Underground, flying. Yeah. Pterodactyls would be above flying through the sky, wouldn't they? 翼龙在地下飞，这个想法还是挺有趣的。然而，正当妻子调整地下世界的模型时 Silly trick. Oh, the Tim, bridge. I broke the bridge. Okay, I'll fix that and you just figure out something else to do. 就问你们学会了没有？看看夫妻俩是怎么处理故事的。勘探队将一位考古学家放进下面的洞穴里，
然而，这位勇敢的考古学家不会想到的是，地下世界有只巨大的红色翼龙准备扑过来抓住它。夫妻组作品的优势依托于上层的细节和翼龙故事的设计，缺点在正面太空旷了，和其他组比起来整体难度较低。评委其实很喜欢这种细节丰富的作品，实话说，总体比金发组搭的好一些，但介于难度上，第2名还是给了金发组。这钻桌子底下搭建乐高，像我这种1.88米的，不是自带 debuff 吗？又或者来个白发老爷爷在桌底下按砖，顿时就有种节目组不当人的感觉。街友组刚好就是这么个组合，他们的计划也很有意思。正在游泳的女人遇上了鲨鱼，但往桌子底下看，其实是个熊孩子装的。看这一脸就知道用乐高做人物模型多难了。这人害怕可能不是看着鲨鱼，是看着镜子了吧？这期基友组启用了第1集迎来的小胖砖，召唤上季乐高大师季军兼跑步冠军小胖，帮他们跑腿拿砖。Such an advantage. 12个小时过去了，来瞅瞅成品。这个作品做的最好的地方就是透视，近大远小，拿捏到位。Personally, I think it's one of the best Things things we've ever made. 这就拉倒吧，他们之前每一期搭的都比这个好看，而且最致命的一点就是他们跑题了。这期主题叫上下两面，可他们桌子下面也没东西啊。不过开头也说了，这俩人搭桌底确实也不容易，但该淘汰还得淘汰，估计是看他们前面表现一直很好，手里还有小金砖的面子上，评委最后还是淘汰了另一组。 Unfortunately, Jen and Jody,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等会儿暂停一下，光听他们这个创意，我就不信能被淘汰。姐姐组准备在桌子上面搭建圣诞老人的小屋，下面做准备礼物的工作室。妹子搭建的作品总是有很多精致迷人的元素，方头仔圣诞老人、雪橇、小麋鹿。Work is never done, so 所以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成品了。这个最后被淘汰的作品到底是啥样的？圣诞工作室里的精灵们正在忙碌的制造圣诞礼物，中间写着距离圣诞老人出发还有42分钟。这也是乐高大师目前唯一出现过的剖面模型，干净、精致、小而美。如果能出套组，这真是本季里我最想买的一套了。妹子们的色彩应用和创意都是大师级的，而且对基础砖块的理解很好，缺点在上下两层故事没有衔接好，故事完整性差了一截。其实如果能做成雪橇和驯鹿飞越地面的场景，这个作品估计要从倒数第一直接跳到第一。不过你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吗？让我们回到开头的暂停处。 Or do you? Do you have to leave? 卷帘门一开，钻进来的是前面被淘汰的但人气一直很高的塔王组，将和姐姐组进行一场复活赛对决。随身听、任天堂的 Game Boy、拨盘电话机、拍立得，这些估计90后都印象模糊的老物件，用乐高能还原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吗？塔王组的老哥选择了许多人的童年梦想，掌机鼻祖 Game Boy。目前全新品的售价是，好家伙，谁说电子产品不能升值的？姐姐组这边同时扑向了拍立得，扫一眼就会知道这些物品里复刻难度最低的，就是这个没有啥曲线弧度，而且颜色简单清晰的拍立得。最难的地方就是背部金字塔状的斜面。说到难点 ，Game Boy 底部的圆角是一个，还有游戏机的绿色屏幕咋做啊？按钮呢？塔王组的老哥马上有了一个天才想法，用警察人仔的帽子做游戏机的按钮。但3个小时过得很快，时间截止，我的天，两组的还原度都高到我需要花几秒钟来辨别哪个是真的。先来看塔王组这边的 Game Boy， 这个屏幕处理太巧妙了，荧光绿再盖上蓝色的玻璃板，直接改变了砖块的颜色。警察人仔帽子做成的按钮上的磨损，就好像平时把玩的痕迹一样。游戏卡、左右的按钮、底部的耳机孔，我都想替评委喊一声 Amazing。正当我感叹塔王组的 Game Boy 太完美的时候，评委这边发现了滑点。It's quite a lot thicker than what the real Game Boy is. In fact, it's almost a whole brick thicker. 姐姐组这边的拍立得也给我看晕了，这不是一模一样吗？闪光灯部分是嵌入了黄色的发光砖，背部的斜面做成了梯形，而且他们竟然用半透明的零件将拍立得的 logo 也做了出来，差点都忘了这是被淘汰的两组，很难想象其他组来搭会是啥样。最后由评委来复活做得更还原的一组。 So far in Lego Masters, you haven't won a build. That's changed. Welcome back. 啊，我的塔王组，难度更低但还原度也更高的姐姐组重返赛场。塔王组几乎攻克了 Game Boy 的所有难点，最后死在了厚度上，哎，太可惜了。Drop the curtain! 不用电还让乐高动起来，那就只能用水了。姐姐组看着鱼缸，思来想去，决定做一条美人鱼。你们忘了上次的妹子组是怎么量的了吗？
这俩姐姐之前做静态的场景，在一句都表现出了惊人的实力，但在这个即将进入半决赛的时刻，他们竟然尝试做从来没做过的人物。美人鱼啊！但如果下水时人鱼的头发能飘上去，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他们不断调整模型，最后人鱼和美总算有了点关系。 Let's send her home. She's heavy. 模型重心没稳住，差点翻车。美人鱼的头发像美杜莎一样飘散在水里，加上黑色的三叉戟和节目组的魔鬼打光，这是什么造型啊？美人鱼后面的海藻鳞没有固定好，直接断裂浮在了水面上。故事匮乏，下水失误，模型又在其他组的衬托下显得平平无奇。姐姐组这一次是真的要被送回家了。除去上次直接保送的金砖组，和上学时念成绩一样，评委将一个个叫出其他参加半决赛的队伍。 Trent and Josh. All right. Jackson and Alex. Tim and Danny. 最后剩下的姐姐组只能默认被淘汰回家了。这辆哈雷摩托是评委乐高大师亲自操刀，用了7万多块乐高，9个人花了135个小时才搭完，甚至连刹车杆都能动。于是他们找到本场比赛抢到最多零件的金砖组。I'm desperate for skin tone pieces. Brick bartering. Brick bartering is a whole new thing, and we are at the top of that chain. 有了肤色零件，人脸专业户的他们终于可以发挥起来了。最后竟然用这么几个零件就拼出了一张邪恶猥琐的脸，堪称绝妙。有意思的是，他的下巴使用了人仔的手来固定热狗零件，当做嘴唇。其余的黄色零件做成了2只小鸡和鸡窝。明亮的颜色和投机人阴郁的表情形成对比。金发组在做人物上确实是永远的神。 Well done. Congratulations. 在这场激烈的零件抢夺战中，金砖组以极其霸道的手速成为零件紧缺，他们用人仔的下半身来做牛头人的手，但同样色系的砖块还是长发老哥的打怪游戏做得更好。夫妻组这边和金发组一样，也拿到了很多红黄色的零件，他们决定做一只从火山口飞出的凤凰，用香蕉作为爪子。这个凤凰和其他组比起来就显得有点小儿科了，有纯堆砖嫌疑，整体太像素化了。看了一圈过后，评委把最后的冠军给了偷鸡人这个作品。评委一直都稍微偏爱这组，但这次也算实至名归了，所以金发组他们将拿到半决赛的巨大优势，给其他组指定题目。 This is fun, right? This is real reality TV. Oh my god. 提到赏金猎人，一般想到的是撸啊撸、DOTA 或者星际牛仔，还有就是这个金砖组抽到的赏金猎人波巴菲特。金砖组计划造一艘全副武装的赏金猎人飞船，作为场上唯一一个非正非邪的角色，也是最难做的，所以金砖组选择了暗红、灰色和绿色，组成了中立邪恶的象征。金砖组的老哥完全是在享受比赛，比起外观上的酷炫，他们将更多时间花在了设计可玩性上。不光做了武器系统，将飞船做成像饭盒一样的2层，船舱内部也都装修了一遍，就像真正的乐高套装一样。崇尚金钱、心狠手辣的赏金猎人波巴菲特驾驶着他的飞船，穿梭在银河系，搜寻着下一个目标。打开飞船，可以看到飞船的控制室以及监狱的牢房里关着的帝国军和起义军。从技术角度看，这艘飞船各个方向都有向上的凸点，这是其他组的飞船没法比的。估计评委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冠军就已经有答案了。And that's why you're going to finals week. 赢下了这场比赛，意味着金砖组下一期不用参赛，直接快进到决赛周。但决赛周不能用金砖，所以金砖组也将成为乐高大师中唯一没有去使用金砖的队伍。下一期水下搭建。Underwater build. Underwater build. Drop the curtain. 经历了前面的悬空搭建、桌底搭建，这一期节目组终于下海下水了。如果将搭好的乐高模型扔进水里，会发生什么？主持人做了个实验， Wheel. What's your feel? Sink or float? Float. 轮子沉到水底。如果是北极熊拿着轮子呢？ I reckon it'll sink. The bear is buoyant enough. 如果利用这一点，能不能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剧情效果呢？夫妻俩准备做章鱼守护海底宝藏的故事。到了比赛后期，他们厉害的造型能力已经成了基本操作。他们给藏着金币的宝箱打了几个洞，好能让宝箱在水里开启，慢慢释放箱子里的所有金币。海盗的帽子也会浮在头顶，画面感有了。接下来就是见证效果的时刻。Oh my gosh, this is so cool. 模型进入水中，宝箱成功打开，宝箱后面缓缓地升起了2只剑鱼。 His hat's caught. Hamish, you're going to have to go under and rescue the hat. 独眼海盗和章鱼都手持武器，剑拔弩张，只不过一个拿的长剑，一个是剑鱼。
光的波纹照射在章鱼头上，章鱼看着两把剑交汇的地方，就好像是大片的定格画面。用剑鱼和剑打斗这个想法成了故事的点睛之笔。要说唯一的缺点，就是主角章鱼的位置太靠后了。It looks awesome underwater. Well done. Thank you. There's a lot of stress that's just gone. 正常人展示乐高都是放橱窗里，而乐高大师是直接扔鱼缸里。好看是好看，就是有点费主持人。提到水下城市，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亚特兰蒂斯。能驾驭这个难度的，场上估计只有长发老哥组了。一向喜欢整活的他们，在亚特兰蒂斯中加入了一只大螃蟹，故事变成了一个巨型螃蟹，背上背着一整座城市。一个崇拜螃蟹的沉默文明，失落的谢特兰蒂斯诞生了。不过从螃蟹的颜色确实看得出，这个文明已经死了。搭建过程中，他们又想加个带有蟹钳的潜水艇进去，营造一种现代探险偶遇古老文明的微妙感。12个小时后，谢特兰蒂斯的秘密即将揭开。Take it to the bottom. Suspense is killing me. Come on, Crustaceous. Oh, there he goes. 宫殿门口的战车和后面的潜水艇都成功浮了起来。看到这，我就知道长发组稳了。潜水艇在探险中遇见了一座遗址，这正是失落的谢特兰蒂斯文明，长久以来静静地伫立在深海之中，周围都是信奉螃蟹之神的子民们。整个作品最精髓的地方就是这个帝王蟹，做得太逼真了。I'm not sure how much experience you've got looking at giant crabs, but the little pincers, the little hands at the front going into the mouth, things like that, it actually looks great. But hopefully, Crablantis will help us pinch a spot in Islandsway. 除了乐高拌饭，这一期乐高泡水也是再一次刷新了我对乐高玩法的认知。为了和夫妻组前面那个八爪鱼区分开，金发组他们选择做大王章鱼，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动物之一。这一次他们计划做潜水员在拿珍珠时被章鱼缠住的画面，因为他们的大王乌贼做的巨大，砖块的重量让模型难以固定在底板上，他们花了1个小时才勉强稳定住。来和夫妻组的对比一下，我个人投小夫妻一票。This is so stressful. 然而就在模型进入水中的瞬间 Looking good, but then the squid actually rips off. There's something breaking. And if that whole squid comes off, we are done. 真是服了金发组的运气，脱落的大王乌贼完全只挂在后面的栏杆上，顽强地坚持到了评委评判阶段。微微浮起的大乌贼让它看起来更像在水里。潜水员穿着一身老式潜水器，当他正要拿走蚌壳中珍珠时，被赶来的大王乌贼缠住了。潜水员的嘴做的实在不好看，表情也有点奇怪，但还好其他细节补齐了不足。潜水员的眉毛其实是热狗零件，衣服上的十字纹是用齿轮交叉出来的，只能说金发组无论是技术还是运气都很巧妙了。乐高有一个乐高加上几块钱的灯具是怎么在这些大神手里秀起来的？金发组有优先选择权，所以从4个街区中挑了个最简单的居民区。但两人搭着搭着发现这是个坑，居住区虽然感觉最简单，但却限制了发挥，搞不好就沦为了剩下3组大神的背景板。压力之下，他们终于想到了能逆转局势的点子。Seems really obvious now, but haunted house. 白天的居民区坐落着2栋带宿舍的楼，但是好好的楼为啥要卖掉呢？到了晚上，屋内的灯光亮起，原来这是一栋凶宅，只差一和焦点分布都挺难的。对于一路简单模式闯到半决赛的长发老哥组问题不大。BS 公司总部实验室发生了一场爆炸，警察铐走了负责人，而真正的幕后老板已经跑路了。直升机下的超级英雄拿着一瓶药剂，准备遁入黑夜中深藏功与名。虽然长发老哥一直都很强，但这个作品昼夜的反转不够明显。1楼的旋转门选错了颜色，让人看不清。再说说有意思的地方，实验室闪烁的灯是红色透明砖和旋转的黑色半圆组成的。楼顶的直升机就像真实的直升机一样震动着。Guys, you have finished. Wow. That is it. Congratulations. It's epic. It is. It's unbelievable. 日本武士和中世纪骑士机甲在斗兽场中厮杀，画面定格在骑士倒下的一瞬间。与此同时，看台上也发生了很多小故事。2队粉丝 That is it. Congratulations. 回看长发老哥一路的作品，真的是对乐高全身心的热爱才能做到。We did it, and it's just an incredible sense of relief and pride. It's bigger than anything we've ever built, and hopefully the detail bits of this build are enough to lift it all the way. 19世纪70年代，
山上的哥特式公馆里有一位邪恶的发明家，他操纵着蒸汽朋克的巨型怪物冲进山脚下的维多利亚小镇，并掀起了一场波澜。机器人这一脚下去，直接给人 Final minute. Josh, don't. This is your final minute. Don't drop the buggy again. He's been a hero. 28小时倒计时结束，本季乐高大师最后一个作品完成了。You have finished building 28 hours. This is the biggest thing that's been on the show. 海盗和蓝衣军团展开了一场战斗，在人物模型搭建上，金发组绝对是王者。We've seen all throughout LEGO Masters how good their characters are, but I think Redbeard is numero uno for me. The best. 也是我最喜欢的，太绝了。但海盗船的短板也很明显，细节缺乏，整体太空。回过头来，船身也没有更多的设计。在250位观众和评委投票后，最后的冠军已经诞生。Would you like to meet the people that have built these incredible builds? They're clapping because not for what we're wearing or who we are, but for what we've built. We just want to find out, like, we want to know if we won, if we've not won. Just tell us. I can't bear it. In third place, it's Trent and Josh. 季军金发组海盗船。The winning team of LEGO Masters 2020. Is Jackson and Alex. 恭喜长发老哥组，全季稳定发挥，前期疯狂陪捧，丝毫不影响最后夺冠。维多利亚小镇相比其他的作品，是在技术、构图、美学、空间分配以及发型上的多重压制。金砖组的斗兽场顺位亚军，最后捧杯吧，长发组。下一期，还有下一期吗？ Welcome to LEGO Masters Season 3! 可能连乐高创始人都想不到，有一天乐高会进化的这么离谱。你一定看过这种运送小球的视频，乐高 GBC， 国内被叫做工厂流水线。不过纯机械有点朴素，让大师玩家给他们加上一点故事和细节。今天选手们要搭建一个美学和技术兼备的乐高 GBC。10小时比赛结束后，所有的管道都会连接在一起，上演一场世界上最有创意的乐高 GBC。厄运组的金发姐 Gabby 设计了一张非常恐怖的草图，吉他纸板做成传送带，小球从传送带上上去，走过钢琴键。 So we're going to have a piano and the keys are going to move like this, like a wave motion to move the ball all the way. 他们把车轮零件串在一起，然后电机控制杆转动就做出了凸轮结构，上面再放上钢琴键就可以实现了。听起来很简单，但真正落实到测试上才能看见问题。 That was it. Oh my goodness. Some careful tiling. 经过几小时的调整修改，就有了下面这一幕。 Come on, you know you can do it. 但目前只有琴键部分顺利运行了，想让小球完成从 A 点到 B 点，还需要解决两端的机械。结果问题又出现了，末端的履带很难抓起小球。 It's not working? Not really, no. Start it. Why is the other conveyor belt working but not this one? Because it's on an angle. Can we just put this one on an angle? Yep. 接下来再拼好吉他，就完成了最初的草图了。但在最后倒计时的时候，因为琴面没有倾斜角度，小球突然卡在原地不动了。 I can feel stress kind of like emanating from Ryan. Okay, good. 还好在最后关头又跑通了，但也就是说在流程上是有概率失败的。 Hit rate. It's not 100, but that's pretty good. 小球模拟成一个音符，沿着电吉他的指板上升，掉入钢琴的琴键上，再爬到钢琴的底部，从末端的洞溜走，进入下一个小球世界。 Here we go. Come on. Will it get across the piano? Please go across the piano. Come on. 整个流程节奏优雅灵动，轨道设计充满了奇妙的创意，令人惊叹。下一期。